尊敬的面粉们好，今天你们赚钱了吗？面具人，我感慨呀，我的预判节奏还算准吧？嘿嘿，我昨天的节目当中已经给你们说过了，接下来可能会有反弹，但是这个反弹它的力度并不会有多大，反弹不到哪儿去啊，因为明后天就是加息日了。在这之前呢，整个市场应该是不会出现什么大动作了，顶多呢就是个假反弹。浮亏不多的人呢，可能会有机会解套，但是买入的话，想要抄底儿的话，我建议还是以娱乐为主，或者带止损做单。OK， 那行情就是这样，从今天到明天到后天，应该是不会再出现什么大涨了。那既然是没什么大涨的行情了，我们今天就来讲讲稍微严肃一点的话题啊。你说人这一辈子啊，赚钱真的是次要的，因为钱只是用来提升生活品质的嘛。有钱没钱只是结果。各位，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有钱没钱只是结果，最重要的还是你的认知。你今天过得好与不好，都是你或者你的家人过去的决定而导致的。在座的各位，你们觉得是还是不是？觉得是的请留言打1啊，觉得不是的请留言打2。嘿嘿，哎呀，国内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啊，真的是让人看着都难受。我在我的群里面啊看到了一个视频啊，群友们分享的啊，社群里面的大佬分享的，把我看得真难受。我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看得真的难受，分享一下我的感慨吧。来，各位听好了啊，等一下，让我先报幕啊。节目开始之前呢，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否则呢，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、政治风险预警，而导致你没赚到钱，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了韭菜了，那可不能怪我啊。今天就来讲恶性政策。以后呢，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，你们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，包括你的狐狸钱包地址啊，也有可能是我忘了说啊，那就是没有数字。我会从答对的人当中随机抽取1名，直接给你转账奖钱。那为了公平起见呢，你们的留言暂时隐藏，3天之后我会显示出来。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，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NFT 大奖了，价值0.1个以太坊的 Internal Bro 召唤石1颗。好，来讲正题啊。面具人，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视频啊，这个视频的内容就是做核酸嘛，给小孩做，用了一根差不多是15到20厘米长的棍子啊，从鼻子里面直接一整根给这小孩子塞进去。妈呀，看着我都疼。真的看着都难受，那小孩做的简直是你知道不？我这儿还有视频呢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视频的画面太和谐了，我这里放不成啊，太刺激了。这样吧，我把这个视频放到我的群里，你们想看的可以点击留言区的链接加入我的免费群去看啊。我先给你们形容一下吧，就是这么长的一根棍子啊，从这个孩子的鼻子里面插进去。完整的一根插进去啊，真的感觉就是从鼻腔里面能给你插到喉咙里面啊，看着都痛苦。要么插到喉咙里面，我感觉都能把一个人的头给插穿了。看就是这么长一根啊，真的就是这么长一根。你们比划一下，看这么长一根从鼻子里面给你插进去啊，看着都痛苦。我当时看着我头皮发麻呀，我眼泪都快下来了。而且呢，这个检测呀，还不是偶尔做一次，还他妈的是天天做，左右鼻孔换着做，今天做左鼻孔，明天做右鼻孔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这还不算啥，我就奇了怪了啊！妈的，这些小孩的父母们还真配合，还让自己的孩子跟着，就是天天去做。你说傻逼不傻逼？真他妈的傻逼！
哎，我真感慨啊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，一群他妈的文盲顺民啊，把你孩子做的不怕把你小孩捅坏了吗？你小孩有病没病你就去做啊，他妈的文盲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小孩的鼻腔啊是非常的脆弱的。哎，你说这么长一根棍子直接捅进去，来回的在那儿搅来搅去的，捅一下拔一下，插一下又捅一下，这样肯定会造成鼻黏膜、鼻窦损伤的。而且这种长期的穿刺摩擦的刺激，甚至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，有可能会导致慢性鼻炎、鼻窦炎，甚至是感染。那慢性鼻炎可是非常痛苦的。我相信看视频的老铁们，你们之中肯定有人被慢性鼻炎呀、鼻窦炎给折磨过，哎，不好受吧？这种病几乎是治不好的，因为面具人我也有慢性鼻炎、鼻窦炎啊，稍微有点疲劳、伤风感冒，或者说是空气不好，就鼻子疼、流鼻涕、鼻子不通气儿啊，难受得很啊。你们说，哎，这群傻逼家长就跟那个拉去隔离的车一样啊！包括这个傻逼政府，哎，给你搞什么愚蠢的游戏规则，你就跟着玩。本来没得病，然后呢就拉去隔离，结果呢一车无辜的人直接给你开车送进阎王殿了。各位观众，你们看一下这个肺炎现在是不是症状已经非常的轻微了？而且呢，它是非致死疾病，得了以后基本上1周就自愈了。而且呢，就算你得了也没啥事儿，就跟感冒发烧一样，死不了人。而且大陆人现在基本上都注射过好东西了，那为啥还要测嘛？那你要测，为啥还要人注射好东西嘛？这不是矛盾嘛？对不对？本来这老百姓这小孩好好的，硬是要给你折腾点病出来。不过呢，这也符合君王统治的愚民武术，弱民、愚民、辱民。让老百姓去做一些傻逼的事情，违反常理、违反生理健康的事情，让这些人甚至可以连自己的孩子都坑都害，让这些人都变成傻逼，完全没有人格尊严和科学知识，做一些不合理的东西。就算他们不愿意、不配合、不服从，用暴力镇压，逼迫他们服从，不然的话，哎，你不做是不是？不听话是不是？让你没工作、没学上。啊，扣你钱，甚至抓你进监狱，抓你进派出所、拘留所，对不对？而且共产党现在还要发动群众斗群众。你们看图啊，浙江义乌已经出台政策了，说的是要相关人员主动报告信息，并且呢，被举报的人判定为那种什么密集接触者呀，就可以奖励5000块钱。各位，你们仔细看好这个字眼啊。他举报的是密集接触者，不是感染，不是患病啊，指的是密接啊，是有可能跟谁谁谁接触的都算。这好家伙，哎，你怎么能判定他跟谁接触了？他是不是密接呢？而且这个判定是以什么医学证据、医学机构作为这个专业衡量的呢？还是说你看谁不顺眼，你就可以把谁举报了，然后呢就拉去隔离，给个红码，让他班不能上，学不能上，然后呢你自己还能领个5000块，是不是？又或者呢是2个人商量好，哎，一个故意做密接，一个人呢再把自己举报了，然后大家分这5000块，真他妈的脑残！面具人，我告诉你们啊，20大之前这个防疫是不可能松懈的，为啥？因为习近平要保证自己的皇位，所以呢。高压制一切民间的活动是必然的啊！现在各个小区还要搞什么网格制、10户长制度，每个楼栋挨家挨户都要互相监督。哎，1户小区、10户小区选一个小队长，小队长以后就是把你们监控起来，看谁不顺眼就把你们举报了。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啊，各位大陆的朋友们，哎。小区里面的那些什么小队长呀、保安呀，真的是日了他妈了，有一点点小权利，就感觉自己啊，只是习近平一人之下，除了他就是习近平最牛逼，对吧？除了习近平，他就是哎，对你们恶言相向，你们谁都是傻逼，就必须得听他的，因为他就是比你有大一点点的权利，拿着鸡毛当令箭。你看那个嘴脸啊，真的是。
哎呀，难看得很，恨不得我告诉你啊，面具人，我对于这些傻逼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在国内的时候，我治这些人啊，行，你现在周围有人是不是啊？你觉得仗着狗仗人势，人多势众 ，OK， 我他妈的就蹲点你啊！你别让我找到你下班或者买菜的时候，晚上走夜路回家的时候，我他妈就是在夜路里面把你怼上，一顿给你黑敲啊，一顿把你打服了，知道不？你现在人多，我不惹你，但是你他妈的别在人少的时候让我逮着你，听明白了没？恶人自有恶人磨啊！哎，继续说主题啊。你看啊，现在搞什么互相检举、互相监督、互相举报，挨家挨户都要设立小队长，甚至还给你搞什么门禁词条，每个门上面都给你装报警系统。操，这人都没自由了。所以呢，很多人觉得啊，20大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20大之前解封没戏，那20大之后呢？20大之后解封就更没戏了。你们要知道，多少中国人在这种高压折磨之上，他嘴上虽然说爱国啊，嘴上不抱怨，但是心里面早就盘算着要怎么出国跑路了，要移民了，要留学了。这些人占了很大一部分的比例。那你们觉得共产党会开放让这些人逃跑吗？啊，你想一下嘛，能跑的人都是多少有点资本的人，对吧？把自己的银行卡一取，把自己的房子一卖，然后带着全家老小带钱走了。那你们算一笔账嘛？这些人一跑，一抛售房子，要造成多大的经济危机？这些人一跑，要带走多少钱呢？再加上你们仔细看看，全世界的哪个皇权独裁国家不是高压政策的啊？朝鲜、伊朗、古巴啊，哪一个不是搞高压政策？难道跟他们连任不连任有关系吗？那金正恩一直做下去，金正恩做完他儿子做，对吧？朝鲜也是这，古巴也是这，对不对？啊，跟他今年、明年、后年哪一年搞不搞高压政策有啥关系？而且呢，你说习近平他这一次20大连任了以后，他连任了以后，他还要为下一次连任铺路，对不对？他要稳固他的江山千秋万代呀。你觉得给你老百姓太多的自由，给你老百姓太多的权利，你们还不得上房揭瓦呀？你们今天要求这个，明天要求那个，你还逼事情多得很啊！你一个贱民奴才，你还他妈的想要啥？给你一顿饭吃，让你有一片瓦，住个房子，让你活着，都已经是给你最大的恩赐了。没看天天党的新闻给你说啊，你活着就得感谢党，是不是？你们这群畜生啊，真的是没脑子！你不想想，一个国家一个行政机构，它是靠谁来干活的？靠谁来铺路、搬砖、盖房子的？啊，他习近平盖房子了吗？搬砖了吗？啊，不是靠你们这些底层的牲口奴才在这给他们添砖加瓦，养活着他们，给他们耕地，给他们盖房子，给他们修路铺桥，啊，然后呢，啊，你们被压榨着，你还要感谢习近平，爱党，牛逼得很嘛，是不是？蠢不蠢？越是要让你们难受，越是让你们活不下去，你们就越得想办法活下去，啊，不压榨你，好，给你权力大了，给你生活好了，你天天躺在家里面玩游戏，谁去干活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觉得他会给民间喘息的机会吗？你们再想一下，现在这个疫情和文革有什么两样啊？动不动搞一些小队长，什么管理员，让你们不能出门，还要给你捅一捅鼻子，做核酸啊！这鼻子没毛病的人都给你捅出毛病了，是不是？喉咙没毛病的人都给你捅出来扁桃体炎了、咽炎了啊！然后呢，还要鼓励大家互相检举、互相揭发、互相举报啊！店铺也不让开门。文革还没这么惨呢，文革还没有说是高科技监控呢，是不是？啊，这就是文革嘛，对吧？而且你们觉得20大以后啊，中国就能解开了，就能放松了？那你们仔细想一下，文革是不是也是在毛泽东死了以后才结束的？对不对？毛泽东不死，文革能结束吗？我告诉你，习近平不死，你现在中国的这个高压你也结束不了啊！我去年前年都给你们说过了，赶紧找机会，以后的窗口期会越来越小。
这个门啊会越来越关紧，你想出你都出不了了。而且现在看一下国际局势，美国、俄罗斯外部环境也把共产党步步紧逼。俄罗斯基本上把中国的一带一路给断掉了。美国呢，拜登还要说有必要可以驻军协防台湾，而且还要派自己的航母战斗群去韩国海域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共产党就更有理由搞爱国教育、搞高压政策、搞封闭政策了。各位，反正大环境就是这样，傻逼骂是骂不醒的，聪明人呢，认识到现实了以后，早就想办法准备跑路了。你的生活好与坏，你的未来过什么样的日子，是由你自己今天的选择而决定的，甚至是由你昨天、过去、去年、前年的选择。你爸你妈给你选择什么样的，你爸你妈把你教育成什么样的猪脑袋而决定的，明白了没？贫贱真的不能移啊！你生活在一个贱人家庭、贫贱家庭、奴才家庭，你从小也就接受的是奴才教育，知道不？那你是不可能有贵族聪明人的眼界的啊！我告诉你们一个现实，真的贫贱不能移啊！我也不是说生在底层家庭的啊，所以我比你们懂得多。当然了，有些人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？有，只是这种人的比例非常少。但是我希望啊，只是希望你们当中还是有人能意识到自己所处的阶层，自己周围接受的信息和这些信息究竟会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。你们能看清楚社会局势，能判断来未来，你才能决定你在未来能有什么样的位置。各位观众，尤其是老观众啊，我之前节目预判的社会局势、国际形势，从台湾大选到美国大选到中国的政策，我都判断准了，对吧？老观众可以在节目给我留个言，打个1，给我做个证啊。新观众可以翻阅一下我的老节目，核对一下。如果你们想要及时的财经政治讯息判断和建议，保证自己的家庭的财产安全，未来的路更顺利，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。祝你好运，再见。